我操，这是什么神仙剧情啊！靠，大山你行啊，整得够隆重。奖判有的，我家奖招也必须有。大魁向东家求取奖招。初一那天，我们黑风寨三喜临门。这天早上，红蝶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我有种直觉，感觉你最近会来找我。既然你来了，咱们就好好的谈谈吧。红蝶，你听我说。你先听我说吧，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。你对我处处关切，以我为先，不嫌弃我被人糟蹋过，还买了很多东西来讨好我，这是心悦于我。都说真心难求，说不感动是假的，可也仅仅只是感动，不会再有别的情分了。曾经的我住在一个小山村里面，有个关怀我的男人，有2个听话的孩子，我很知足，我觉得一辈子都这样过都很不错。可是春汛来了，堤坝被冲毁，村子被淹没，我们一家人不得不踏上逃荒之路，路上全都是流离失所的人，粮食被吃光了，啃树皮吃草根的比比皆是。我男人为了几斤小米，就把我卖给一个老官夫折磨，我恨，被折磨的险些死掉时，我怨，可是想到卖我的小米能让我的孩子活下去，我又释怀了。我很感谢老沈寨主救了衣不蔽体、奄奄一息的我，可那时候我觉得失了名节，被寨子里所有人看到不堪的一面，不是个好女人。我整日里浑浑噩噩，宛若行尸走肉。我每天都在想，找根绳子把自己吊死算了。直到桃儿撑起了寨子，带着咱们致富，教咱们认字，教咱们道理，教咱们练武，我才明白人还有更多的活法。我可以自己活，可以靠双手赚钱。寨子里这么和乐，我不担心老无所依。我不想再把身家性命、自由、情绪拴在别人身上。我现在不惧怕别人的眼光，我只怕自己没有价值。所以我现在每天都起得早一些，做得更周全一些，就像桃儿教的那样，努力实现自我价值。以后有机会了，我还想要去大江南北看一看，看看桃儿说的江南烟雨、大漠孤烟，人生百态。不是你不够好，是成家已经不在我的人生计划里了。若是他为钱财、为安稳的生活、为男人的情谊和真心，他还有争一争的可能性。可他拒绝的理由是想成为更有价值的自己，这让他拿什么争？红蝶，不，以后我会叫你过婶子，我懂了，不会再纠缠你。老六叔明白自己失恋了，失得明明白白、彻彻底底，他好想哭。除夕这天，兄弟你慢点说啊，我要记下来，当我新画本子的素材。你刚才说到哪儿来着？哦对，义庄，停放无名尸体的义庄。书生路遇大雨，跑进义庄避雨，美艳女尸忽然还魂。书生和狐狸精有啥看头啊？还是书生和女尸更刺激，更有看点。我当导游时遇到了这么一件事儿啊，一位老爷带着自己的夫人出来玩，大户人家自然都有随行丫鬟，那夫人的丫鬟长得一般，但是那老爷和夫人并排走在前面，殊不知他的手在背后偷偷摸着丫鬟呢。他们随行的下人都看见了，可谁都不说话，只把那夫人蒙在鼓里。夫人对他这个丫鬟还特别好，舍不得他干重活，真是养了个毒蛇在身边。丫鬟说想上茅房，没多一会儿，那老爷也寻了个由子说有事儿。我亲眼看见他俩钻后山树林子里去了。哎呀，世风日下呀！你就没想着提醒那夫人？谁说我没提醒啊？当天中午他们就在咱们寨子里也吃的饭，我在那夫人旁边摆了盘炒白菜、炒青菜、炒豆芽菜，还有拌野菜，个顶个的新鲜翠绿。我还让夫人多吃点儿。他就没怀疑为啥他面前摆了这么多绿菜？那个傻夫人光顾着吃了，一点都没怀疑，我真为她担忧啊。可我这个立场实在不能多说，只希望她放亮眼睛，早日认清身边的渣男贱女。好故事，好故事，全是灵感呐。老爷和丫鬟不清不白，两人合谋算计了夫人的家产，把夫人赶出门。夫人不怨天尤人，自立自强，
白手起家，最后结识权贵，强势回归，报复了渣男剑。行，风鸣他爹已经把这夫人的结局安排得明明白白的，一直闹到后半夜，沈涛才把这些夜猫子往回赶。现在已经算大年初一了，早点睡，明天还要举办婚礼呢。在大越皇朝的北方，琼州地界，大雪已经飘飘摇摇下了10数天，雪压塌了房屋，冻死了无数人和牲畜。圣上，您歇息一会儿吧，别熬坏了身子。琼州遭遇100年难遇的寒灾，百姓房屋压塌，无米粮下锅，冻死饿死者不计其数，更何况高热现象传染极快，缺医少药，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，朕如何睡得着啊？圣上已经从全国各地调集粮食和草药送往琼州，只可惜大雪封底，车辙深陷，一时半刻根本到不了。臣已经和琼州刺史联系上了，征调徭役，以人力往里运送粮食和草药，想必很快就会有好消息传来。快马加鞭，向全国26州送信，征调医者前往琼州，不惜一切代价遏制高热蔓延。桃儿冷了吧？马上就开饭了，吃了饭身上就暖和了。真冷啊！还好不用出去接亲，就在咱们这里办，顺手多了。我看着天阴的厉害，这雪多半要下1整天。一会儿你点几个人多搬些柴火进来，要不这雪一化，柴全都湿了。得嘞，一会儿吃过饭就去办。想当年家里穷，娶婆娘的时候，就是把她从村东头接到村西头。别说喜宴了，就连我拜堂穿的衣裳都是我哥的。这些年轻人来了黑风寨，真是享福了呀！祥潘，我来接你了。东家，这样好吗？有啥不好的？成亲讲究热闹，咱们热闹热闹。大山兄弟，今天我可是娘家人，我家蒋盼妹子可没那么好娶的，除非啥？除非你讲2句情话听听，大家想不想听啊？想听。众人异口同声，大山羞红了脸。小周，我来娶你了，我心悦你，想和你一辈子在一起。我想快些把你娶到手，你长得好，人心眼也好，对我也好。我要是再不动手快点，我怕被人抢了去。嘿，大山，你听听人家大奎，你不要扭扭捏捏，你也说些好听的话来听听啊。反正我自从见了蒋盼，做梦都有他，看别人都没颜色，就是他有颜色的。大山，你是不是想说，遇到蒋盼之前，你的人生都是灰白的，没有盼头；认识了蒋盼之后，看他觉得鲜活，觉得有颜色，觉得日子有奔头，这辈子非他不娶了。就是，切呵，大山有2下子呀，一个颜色算是让你玩明白了。嘿，大家伙都学到没有？以后娶新娘子就要这么说。人家成亲他高兴个屁，有本事就把桃拿下，再生个大胖小子，让他也高兴高兴。风鸣选择性失明，就当看不到他娘的眼神。我这辈子非蒋昭不娶，我这辈子非蒋盼不娶。1拜天地，2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送入洞房。在一片欢呼声中，2姐妹被送入各自的婚房。初8早上，徐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沈姑娘，走，快到屋里说。沈姑娘，琼州寒灾的事你听说了吗？琼州大雪没过膝盖，冻死了无数人。还不止于此，民间还开始流行一种高热病，传染极快极强。琼州缺医少药，有些人底子好，顶过了高热，有的人直接病死了。传信的人日夜兼程，不知跑死多少匹马，才把消息从京城送过来。圣上征召医者去琼州支援，我已经召集了5位郎中，另备了50车草药，准备送往琼州。我知你医术高明，心中又有大义，特来问你是否愿意同行。徐大人，我这一去怕是几月都赶不回来，黑风寨的事还劳烦你护佑一些。放心吧，沈姑娘，风鸣还在这里，有事尽管让他去找我，车队1日后出行。你还要收拾，我就不叨扰了。徐以德前脚刚走，沈涛后脚就把黑风寨所有的人召集到了一起，宣布他要出行的消息。桃儿，你虽然力气大，鲜少有人能敌，可高热之症会传染，万一染上，铁打的人也扛不住啊。要不你和徐大人说一声，还是别去了吧。他是不是我舅舅点名让你去的？他是缺人缺疯了吧？还想把你送到那地方去？我去找他说道说道。风鸣，徐大人只是问我的意思，
是我自己主动请缨。千千万万的好儿郎为保家卫国而从军，有些人一辈子也没能回来，这才保咱们不受战乱之苦。现在国家有难，我又有一些能力，我不像他们能奔赴战场，那就用自己的能力救活一些人。我心甘情愿，且与有荣焉。黑风寨的人记住了，如果有一天国家需要咱们定当义不容辞，哪怕马革裹尸。放心，徐大人也会庇护你们。不说那些没用的，我现在分配一下工作。卢婶、刘婶、大山，你们3人即日赶往孟浦县。卢婶负责售卖推销，大山确保货物平安送上船，刘婶负责总调度。大奎、冯明、老六叔、鲁奇叔，你们负责招待来往商人。珊瑚，从今天开始，你的木匠活全数停下，交给木匠联盟的人做。你带着手底下的人和各个联盟接洽，确保顺利出货，还要验收货物，权力交给到你手上，就要干好。若是有人趁我不在意以次充好的，抓几个典型永不合作。郭婶子，哎，桃儿，你说吧。郭婶子，你认真负责的态度我全都看在眼里。从今日起，你就是黑风寨的大总管，负责大小事务，每日都要与几位负责人沟通，把所有事整理成书信，每5日往琼州发一封信，我会尽量去取。东家都说穷家富路，你多带点银子，总归是没错的。算了，我是以医者身份去的，也不是去赈灾，带这么多银子再被人盯上，婶子们想得周全，在我棉衣里边缝了银票和碎银子。放心吧，倒是黑风寨的事要多麻烦你，他们识字不多，合约劳烦你过眼，给他们把关。这都不用你交代，你待我家的恩情，就算要了我的脑袋都不为过。就这点小事，我保证做好。倒是你一路凶险，万万要保全自己，若是没了你，黑风寨这些人就过不下去了。徐玉德看到沈涛的装扮，嘴角抽了抽，活脱脱是棉花堆里长出了一张素白的小脸。沈姑娘，这还没到琼州，倒也不必如此。出来时他们怕我冷的，给我套了一层又一层，就差把房子套我身上让我搬走。有一种冷叫他们怕我冷，是不是就等我一个了？那走吧。稍等，还有一位从外地来的游医，听说要去琼州，说啥都要跟着。我来了，上车。好嘞。这都带啥了？装这么多东西？出发！剩这么多人来看，一个个连个笑模样也没有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谁家出殡呢。我叫蒋怀，你叫什么呀？你也是郎中吗？沈桃，半个郎中。你个小姑娘家的，怎么也出来行医啊？还要去琼州那地方？你去过琼州吗？没去过吧？他们那里民风特别彪悍，我上次路过还被山匪给绑了。那山匪长得5大3粗，吊眼梢，水桶腰，声如洪钟，吓死个人。他提刀就要砍我，砍到一半，你猜怎么着？这人可真话多啊，好聒噪。还能怎么着？自救了呗，否则你才是那半个郎中。砍到一半就收刀了，跑一边去尿尿，尿了老半天，又哭丧着脸回来。我行医多年，一瞅就知道咋回事，这老兄肯定是尿尿不顺畅。我当时就举手，我说我能治，我能治。几针下去，这老小子果然尿了一泡好尿，对我那叫一个感谢呀，把我请到山上好吃好喝，招待了好几天，把我放了。你跟个姑娘一直说大老爷们尿不出尿的事儿，合适吗？真是好好的帅哥，竟然长了一张嘴。你就老老实实的坐着，让我把你当一道风景不好吗？我叫陈明阳，早些年干过镖师，去过琼州，特奉徐大人的命令，押送草药去琼州。这一路多艰辛，各位担待着点。按咱们现在的教程，将能赶在余县落栓前进城。若是不能进城，今晚只能在野外露宿，所以劳烦诸位中午在这里对付一口。陈兄多虑，我等没有出门经验，全仰赖陈兄打点。哈哈，想必各位都带了干粮，我让手下烧些热水，稍后各位来取用一些，也好吃顿热乎的。好，不和他们一起？弄点土把脸涂一下。为何？听话，让你涂你就涂，我不会害你的。你没瞧见刚才那陈明阳的眼神吗？这么多男人，就你一个姑娘家，你还白成这样，难保他们不会起坏心思。你家人也真是的，舍得让你一个人去那苦寒地方。放心吧，徐大人肯定指挥过他们，让他们好好保护我，他们不敢的。人心隔肚皮，现在不敢，若是遇到乱子，人人自危时呢？能不能活下来还是回事呢？谁还会在意别人交代的事哦？
沈桃觉得蒋怀这人还行，除了聒噪点没别的毛病。放心，脸不用涂，没人敢动我，除非他活腻了。你还有肉？一顿就拿这么多？看不出来啊，家里条件不错呀，我这还攀上一个大户。你既是郎中，出诊一趟也不少赚，不会连肉都买不起吧？你赚的银子都到哪儿去了？我四处游走，没什么名气，穿戴又破，有钱人瞧不上我，给穷人看病也没赚头。我上次吃肉，那还是半年前的事儿，就是比干饼的好吃啊！哎呀，还以为你们去哪儿了，原来是躲在这里。那，喝点热水吧。谢谢啦。客气。喏，你拿一会儿，我在车上拿点东西。蒋怀隔空接过缰绳，老马乖顺，循着前车奔跑，倒不用多费神。换上。你先对付穿吧，我实在没带适合男子的衣裳。咱就是长得精神，就算穿女装也好看。姑娘，咱们一行100人，寻常客栈肯定是住不下。我听一个客栈掌柜说，附近有个大车店，专门接待过往行脚车队，睡的是大通铺，能住下咱这许多的人。我们都是糙汉子，挤挤就行。倒是你一个姑娘家，陈守队不必在意我，你们去住便是。我在周边找个客栈住下，吃住都能自己解决。你只要告诉我明日几时出行，我自会按时去与你们会合。哦，对，我和他在一处，明日去寻你们。一个男子跟着沈姑娘，怕是不妥吧？有什么不妥的？你没看我这身穿戴吗？我不是男的，我是女的，这下你放心了吧？蒋怀，你就跟着陈对手去吧，明日我去寻你。快些跟着陈对手去吧，明日我去寻你们。越往北，天气越冷。怎么煮这么多水啊？平日都是煮够咱俩的量，是要给他们送去吗？你瞧他们病殃殃的模样，再不喝点热乎的，就没法赶路了。就煮这么一小会儿，你这分明是放药下去，给草药洗了个澡。你不懂，我这是给他们当水喝的，又不是当药喝的，意思意思得了，浪费那个精神头呢。煮好药，沈桃指挥蒋怀：“我去送水，你弄点土把火堆灭了。我刚用草药熬了点水，天寒，各位喝了暖暖身子。”啊，哈哈，草药熬的水总归是对身体好的，都起来喝一些吧。哎呀，这水看着清凉，咋这么苦啊？好，你不早点说。出汗就好了，出了汗马上就能退热。一个个可吓死人，再不好，明天就走不成了。感谢姑娘，我来帮你套车吧。哎，军爷，能不能给开个城门呢？我们是往琼州送草药的，上百号人要是没地方住，怕是要冻死在外面。往琼州送药的，县令大人有令，往琼州送草药的车夜间可以放行，进去都老实点，若是闹事，严惩不贷。哎，谢军爷，谢军爷。走，进城。姑娘，实在不行，一起去大车店，就算是马棚也好，总有4面墙挡风啊。陈对手，多谢你的好意。夜深风寒，你快去住店吧，不用担心我，我总能想到办法的。谁啊？我路过此处，晚上实在没有地方落脚，看您家院子敞亮，就冒昧来敲门，看能否能借宿一夜。就我一个人，我不白住，愿意给您添些铜板。你等会儿。大晚上投宿，就一个女娃子。是呢，这天这么冷，咱们也有空房，实在不行让他对付一宿，他还说能给银子呢。就你一个，住一宿你打算给多少？100个铜板，您看够吗？100个铜板呢，快开门吧，咱们不让住，他就去住旁人家了，左右就是一宿。你们先忙着，我把床铺一铺。这是给您住宿的钱，麻烦了。收了你的钱就不算麻烦，我婆娘收拾屋子呢，马上就好。你跟我进屋暖暖。我直接去住的房间就好，不打扰您休息。天这么冷，您也快回屋吧。姑娘，条件就这样，你对付对付啊。姑娘家里几个人呢？咋放心你一个人出来？成家没有啊？要往哪边去啊？往北边去。哦，听你声音岁数也不大，我肯定能当你婶子了。听婶子一句话啊，可别往北边去。我们都听说北边呐闹寒灾呢，这要是去了，能冻死个人。没事的，婶子，我是个郎中，就是去琼州帮忙。这都进屋了，咋还戴着个棉帽呢？快摘下来吧。婶子，天也晚了，您早点回去休息吧。你瞧我，这么晚了，是该歇了。那我走了，有事儿你就叫婶子啊。
沈涛拿起地上的门桩，把门拴好。刚才那女人拉掉他帽子的动作实在唐突，他心中升起了不好的感觉。沈涛感觉自己出门一趟都快得被害妄想症了。当家的，睡着了没有？赶紧睡觉，烦不烦人啊？哎呀，当家的，我和你说啊，偏房睡的那个小婆娘是要去琼州的。人家上哪儿关你啥事儿啊？你是不是傻呀？咱家老三今年17了，我刚摘掉那姑娘的帽子看了，长得可水灵了，看模样也就17、18岁，我瞧着她和咱家老三就挺配的。我说你这个婆娘让不让人睡觉？咱家老三啥情况？他脑子不灵光，是个傻子。他好好在家待着，不出去闹事就已经千好万好。你倒好，一天到晚看他和这个配和那个配，他和仙女配不配啊？人家那姑娘说不准都嫁人了，你净想那没用的。我眼睛读着呢，就她那身条，一看就是没嫁过人的黄花大闺女。她还是个郎中，要是找了咱们家老三，正好给她瞧病。她要去琼州，那地方每天冻死多少人呢？就算她留在咱们家，她家里人也只会认为她冻死在琼州了，上哪儿找去啊？等会儿等她睡着了，我悄悄把那偏房的门锁死，保准叫她明天走不成。她还牵了一匹马，拉了一车东西，都是咱们的了。你爱怎么办怎么办，我不管。只等到后半夜，他就把这锁挂到门上，留下那姑娘。明早拉老三看看，若是相中了，当天就拜堂入洞房。一男一女关个3、5天，还能不出点啥事儿？他家老三是傻，可再傻也是个男人啊。沈涛啧了一声，还以为有什么手段呢，就这上了一把锁。醒了啊，姑娘，我家这门有点问题，你别急啊，我让人过来修修，你先在里面待一会儿啊。沈涛后退一步，抬腿照门踹了过去，道门砰的一声向外倒下。嗨，你，哎呦，我好心收留你，你怎么把我家的门给踢坏了？爹，娘，咋回事啊？你是谁？你怎么在我家？我还踩着我家的门？你好白啊，怎么你眼睛这一块黑黑的？你挨打啊？你这样子好奇怪。不过我想捏捏你的大白脸。啊！你打我！你打我！好啊你啊！我好心收留你住一晚，你不感恩也就罢了，还踢坏我的门，还打我的儿子！哎呦，三儿，你疼不疼啊？娘给你吹吹啊！打就打了，踢就踢了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不服你报官啊！我却不知借宿你家，你却给门上锁，是几个意思？三儿，你告诉娘，你喜不喜欢这个女人？要是喜欢，娘把她留下来给你做媳妇儿好不好啊？她要是惹你不开心，你就打她。要她当媳妇儿，要打她，要打她。好，既然三儿要她当媳妇儿，那你就帮娘抓住她。老头子，快来帮忙！我就不信咱们3个人还治不住一个小妮子。哼，你要是不想吃苦头，就乖乖的，否则你可就要挨打了。有本事你就来啊！三儿，上，扑上去抱住她，让她动不了。娘。沈涛飞起一脚正中他腹部。疼，他打我！你竟然敢打我儿子！沈涛一把抓住他的头发，一巴掌扇在他脸上。姑娘，姑娘，你在里面吗？我们来接你了。你没事吧？你打的？他们锁了我的门，还想把我抓了给傻儿子当媳妇，我就打了。操！知道你战斗力这么强，我就不至于半夜来寻你。看到人家落锁，还跑回去搬救兵，我真傻呀！竟是怕他被人欺负，守了他一整夜。这哥们儿能处。婶子，再见了。出了城，姑娘，自从你上次给我们煮了一回水，生病的兄弟都好了，连带其他人也没有染风寒。再2日就要进入琼州地界，你也感觉到了吧？这一天比一天冷，能不能劳烦您再煮些草药水？兄弟们可不能在这个时候倒下。好，陈队手且去休息一下，我这就煮水。陈明阳给你的，说是答谢。之前看他瞅你的眼神不善，以为他不是个好东西。这些天接触下来，人还行啊。上次我回去搬救兵，深更半夜的，他想也没想就起来了，点了20来号人来救你。现下怕你冻着，还把自己唯一一件羊皮大衣给你了。拿着，咱们马上就要进入辽山脚下，那里山匪众多，穷凶极恶，十分狡猾。他们与朝廷打了多年交道，知道朝廷用兵路数。我说万一要是遇到危险，
你千万不要停车，把匕首插到马屁股上，躲进车厢里，让马把你带到安全的地方。听到了吗？套马，将编好的护盾搭在马背上。一会儿到了辽山脚下，人都尽量躲在马车一侧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尽量不要下车，不要与人发生缠斗。听明白了没有？听明白了。报，前方5里发现车队，23辆马车，装的全是送往琼州的粮食。神灵，点200士兵前去迎接，护送他们进入琼州地界，再来复命。将军，咱们已经派出7、8支队伍护送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我若是再领兵出发，您手里只有不足500兵。若不然，拦截车队，让他们在原地等一等，待多来2个车队，前面的护卫军也回来了，我再带兵护送。要不了多久，前面的护送军就会返回。就算他们不与我会合，区区乌合之众，如何与我手下精兵抗衡？你且去吧。报！哟，这就来了。裘大当家，李大当家，庞大当家，下面啥情况啊？冯源又派出一队人护送车队，他身边不足500兵，前面派出去的兵也被咱们的人缠住了，已经追到深山里，一时半刻无法回去支援。这群朝廷的人自视甚高，以为咱们是乌合之众，根本没把咱们放在眼里。没想到咱们现在结盟了，手下兄弟上千人。还是一刀兄有远见，此时琼州缺粮缺药，朝廷倒是好心，这就给咱们送来了。截下这些粮和药，反手就能卖个大价钱。招兵买马，自立为王，指日可待呀。一刀兄，咱们接下来怎么做？咱们3方各派200人去与冯源纠缠，记住不要恋战，把他们引进树林。一旦他们进入树林深处，剩下的人马火速去山脚下埋伏，放倒2棵树，逼马队停下，弓箭备得足一些，争取不费一兵一卒拿下粮食和草药。就按一刀兄说的办，来他个调虎离山。陈队手，怎么了？你看前方黑烟缭绕，我总有不好的预感。报！哟，这就来了。裘大当家，李大当家，庞大当家，下面啥情况啊？冯源又派出一队人护送车队，他身边不足500兵，前面派出去的兵也被咱们的人缠住了，已经追到深山里，一时半刻无法回去支援。这群朝廷的人自视甚高，以为咱们是乌合之众，根本没把咱们放在眼里。没想到咱们现在结盟了，手下兄弟上千人。还是一刀兄有远见，此时琼州缺粮缺药，朝廷倒是好心，这就给咱们送来了。截下这些粮和药，反手就能卖个大价钱。招兵买马，自立为王，指日可待呀。一刀兄，咱们接下来怎么做？咱们3方各派200人去与冯源纠缠，记住不要恋战，把他们引进树林。一旦他们进入树林深处，剩下的人马火速去山脚下埋伏，放倒2棵树，逼马队停下，弓箭备得足一些，争取不费一兵一卒拿下粮食和草药。就按一刀兄说的办，来他个调虎离山。陈队手，怎么了？你看前方黑烟缭绕，我总有不好的预感。若不然，咱们先停下，派2个人去前面打探情况，再决定是否继续前行。陈明阳立刻跑去找前面的车队对手，2人一商量，各自派出了1个人去查探。半刻钟后，他们听到了兵戎相见的声音。哼，这些山匪也真是大胆，主动来攻打。瞧瞧，死了不少的人呐。乔山匪数量肯定是他们的主力，追上去，把他们全数拿下。从此往后，再不用担心辽山匪患。康狗子，怎么样？那些山匪好生不自量力，虽然比官兵人数多，但根本不是对手。那将军追着他们往森林深处去了，趁着他们现在忙着逃跑，咱们快些过辽山吧。出发。陈队手，你也说了，山匪狡猾，咱们还是先看看。若是官兵凯旋而归，咱们再过更加安全些。也是，你们不如也等上一会儿，趁着他们自顾不暇，我还是快些过去，以免夜长梦多。2个车队就此分道扬镳。陈队长，咱们还是走吧。我刚才亲眼看见山匪被官兵追杀，他们忙着逃命，肯定没空来打击咱们。这一直等，
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万一官兵没抓住他们，难保他们回过神来埋伏，到那时咱们才处于危险中啊！陈队长，你宁可相信他一个妇人，也不愿意相信我吗？都是我亲眼所见。康狗子，命只有一条，还是稳妥些好。不如咱们俩去探一次，若是安全，咱们就走，怎么样？就你，我怕你体力不支，跑不到地方。好了，康狗子，我和你一起去。你一个女人家跟去干什么？要是一会儿碰到山匪，你跑不快，我们还要救你。我说你呢，你听不见啊？当时徐大人说要带一个女郎中，我们都不愿意。的确，你熬的水把大家的病都治好了，算是有本事的。可琼州是啥地方？是你一个娘们能去的吗？我劝你还是不要拖我们的后腿。你别用那样的眼神看我，我也没说错。沈涛走到一棵大树旁，白嫩的拳头对着树就打了过去。康狗子和陈明阳都看愣了，娘们家家的，你要不要试试？郝璇没说出更难听的话，这要是真惹怒了这个女人，他一拳下去得把她肚子打穿。不多时，就看到了前方山脚下的车队。不要停下，快速前进，赶紧穿过辽山脚下。我就说跟着他们一起走吧，你们瞧，安全着呢。他话音刚落，就见半山腰的林子里射出了一支支的流箭，箭矢破空而出，直奔护卫和赶车人。不要慌，不要慌，尽量躲在马车另一侧，咱们快些通过。刚才那个车队叫咱们停下，你们非不停，这下好了吧？闭嘴吧，赶马快跑！康狗子看着眼前变故，整个人都傻了。他心有余悸地看向沈涛，还好他拦着不让走，否则他们就和这车队一样下场了。陈明阳心也突突跳着，本想拉着康狗子和沈涛一起返回，结果沈涛刚才站的地方没人了。人呢？他人呢？沈涛绕到山匪后边，沈涛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圣母。总之，这些人是去琼州送物资的，这要是放到现代，都是支援的同志，理应互帮互助。沈涛双手抱住一棵树，用力地向上一拔，林黛玉在鲁智深面前怒拔垂杨柳吗？太他妈刺激了！沈涛把整棵树打横抱起，笑嘻嘻地向前一掷，大树翻滚落下，打倒一大批人。被袭击而慌乱逃窜的马队，就见一根滚木带着众多山匪叽里咕噜地从半山腰滑落下来。这女人真是比牲口还牲口，凭借一己之力就把100来号山匪给揍下山了。那个牲口女人还在拔树，拔一棵她就往山下扔一棵。都等啥呢？干啊！趁他病要他命！对呀，这群山匪都被摔成这个逼样了，还跑啥跑呀？兄弟们，咱们趁这个时间杀上去！狗子，走了。那个娘们儿，呸，那姑娘呢？咱不管她了，咱们还是回原地等她吧。咱俩绑一块儿也赶不上一个她，咱们跟过去就是添乱啊！咱走吧。沈涛尾随山匪来到了一处缓坡。哦吼，好会藏哦，难怪官兵找不到，四下全是杂乱无章的脚印，把雪都踩实了。就算官兵找到这里，也只会以为山匪在这里出没过。他们绞尽脑汁也不会想到，山匪就在脚下。我明明听到声音了，怎么没人呢？莫非是昨晚喝酒太多，还没醒酒？他把迷药下在水缸里，觉得不够，就往里扔了好多安眠药、肌肉松弛剂。就这量，大象都能放倒。第二天一早，他把这些人挨个捆好，等把人都处理好，沈涛才奔向地洞藏宝的地方。山匪不知道抢过多少人了，老有钱了。我的，全是我的。再见了，宝贝。妈的，谁是你的宝贝啊？有本事放开我！操，你快吓死我了！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好着呢。陈队长，咱们出发吧，我一路探过来，安全着呢。路上还有士兵护送，保准不会出岔子。把火堆灭了，咱们出发。你们在这里等着，我去请示上官。哎，你们瞧，那里有烟，不会是山匪在做饭吧？我们将军说了，那是山匪的调虎离山之计，不必理会。新来的都到锅前排队，行走一路辛苦，喝些姜汤去寒。你们先去排队，我和他们交接一下货物。不要围在这里，去后面排队，每个人都有份儿。早知道不来了，这太冷了。这你还穿了我的棉袄呢。你来的时候可就一件单布衫，真佩服你有勇气，啥地方都敢闯。谁是郎中？站起来，跟我走。你们在这里暖一会儿，马上就给你们上饭菜。吃了以后连夜和我走。高热之症蔓延得很快，四处都缺郎中，等不了了。东西送到琼州，我的任务就完成了。你们还要在这里耽搁些时，到时候
琼州自会派人护送你们回去，无需担心。都是平县来的，你护着他们些，也记得多保全自己。沈桃脱下羊皮大衣要还给陈明阳，哎，你穿着吧。这一路行来，他防着车队里的男人，也防着陈明阳，对他没有一个好脸色。可这个男人其实并未对他做什么，不仅送他羊皮大衣，还送他匕首防身。这一别，恐怕这辈子都见不到面。沈桃还是想对他道一声谢。陈队长，啊，姑娘，这一路多谢你护送，有缘咱们再见。我知道你这一路对我多有防备，不过女人在外行走不易，是该多留个心眼儿。这一趟出行前，许大人曾找过我，他说队伍里要带一位女郎中，她医术高超，且有能力自保。当时我还在想，一个女人再厉害，能有多厉害？待在队伍里就是个累赘，所以初次见你，我对你并没有多少好感。但是很奇怪，我倒是觉得你有些面熟。几天接触下来，你不多言多语，为人小心谨慎，关键时刻你又给我们露了一手，让我刮目相看呐。而且我也终于知道为何看你面熟，你是黑风寨的沈掌柜。匠人交流大会那日，我有幸也去看了，你正是组织者。因为你，平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妻子做些小食拿到街上去卖，虽然卖不到多少银钱，可她很高兴，觉得能靠自己的双手赚钱，日子有奔头了。所以姑娘，你一定要好好的，平县需要你。我们黑风寨要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露营车队，若是我能够安全回去，请你当个管事，你可不要推辞哦。那自然是极好的，我可信了，就等着您了，保重，平县再见。平县再见。进了城，马车在宅邸门口停下。不要命了，什么地方都敢进啊，出去。心情好就让我进去吧，我儿子还在里面呢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是死是活的，还要给句准话呀，我就瞧一眼就出来。里面整日死人，谁知道你家儿子是死是活？若是再不管，小心我把你当病人关进去，染了高热症你可别怪我。楚州平县来的郎中一共7人，人我送到了，就先行一步。高热之症凶险，带上这个千万不要摘下来。沈涛没接，从兜里摸出口罩戴上，还顺势递给蒋怀一个。你这个做得好，改明让人呢也送一些进来。你们都说说，行医多少年了？12年吧，从半大小子就开始给村里人抓药看病。6年。城里像这样的救治点还有几十处，太缺郎中了。原本我们这里呢还有一个郎中，不巧他也染病躺下了。今晚你们6人就负责这院里所有病人，忙完赶紧躺一会儿，明天还要带你们去村里。那些人怕被抬过来，病了也不敢出门，就藏在家里，一个人传染一村子。哦，对了，若是有人没气了，不用怕，只需在院里喊一声，自是有人来收尸焚烧。5位老哥无比惶恐，当时想着悬壶济世，脑袋一热就答应了许大人。现在看到这么多濒死之人，上一个郎中还染病了，他们是又慌又怕。是魂针法，古河医师是你什么人？那老头子啊，不巧正是家师。难怪你是个游医啊！古河医师走遍大江南北，四处行医，他还写了一本古河医书，专门针对疑难杂症。有你在，我等安心。蒋医师，这药方是我等商议出来的，比之前郎中的药方改了几味药，您给长长眼。可以，照这个方子抓药吧。沈涛被派去熬药，一个人看50多个药笼，有的草要熬煮1刻钟后放入，有的要熬煮1个时辰后再放，他都快忙飞起了，想去病房看看都抽不出时间。切莫去惹这些奉药人，咱们惹不起的。为何？不都是官府的人吗？是官府的人不假，可他们是从大牢里放出来的，各顶各的死刑犯，病人张不开嘴，胃药需把他们扶在怀里灌下去，贴身灌药最容易染上高热症，没人愿意干。后来官府一合计，就把死刑犯从大牢里放出来了，若是他们侥幸不死，就饶他们小命。别小看咱们这宅子破旧，周围有重兵把守，他们若是逃，一刀就砍下去了。一进系统手术室，沈涛就把各种仪器打开，又抽了几管血，他得出了一个惊人结论：这次高热症的根本原因竟然是鼠疫。脉沉而细，
横至数千尺，这就是风寒入体所致。琼州寒灾，感染风寒在所难免。我师父曾在古河医书中记载，舌上无苔，肝亮如镜，此等脉象亦可是因燥生热，肾气不能上达，阴阳不相接续导致。我疑为鼠疫。此人看着吊儿郎当，实有真才实学。他需要靠仪器、靠血液检测、病理检查才能确定是鼠疫，而他不过把了脉，观其病态就可确诊。此事非同小可，万万不可胡说。确实是鼠疫。刚给病人喂药时，他正好清醒，就与他交谈了几句。他说他们村子最先发病的人家正是5米2果腹，就拨了一只老鼠全家分食，没过多久一家人全部病死，村里人帮忙敛尸，然后病情就在村里蔓延开了。里面的郎中赶紧吃东西，吃过后留下一人，剩余的随我去周边村庄。留一人在这里看守，留谁啊？我留下。他们都走了，才方便他给病人注射药物。你牧人且去，我要再查证一下医书，确定这就是鼠疫之症。今日让几位郎中与你们同去，对此次高热之症的病因，我有一个猜测，需查证医书来佐证。烦请各位将我带去藏书阁。你猜测是何病症？我怀疑是鼠疫。此事事关重大，一旦传扬出去，琼州动荡，你可不要胡说。所以我才要去藏书阁查阅典籍，坐实我的猜测。你有几分把握？8分。好，我送你去藏书阁。你从宅子里出来，难保身上没染疾。我派人看管你，切勿乱跑，与人接触。沈桃吃过早饭，他快速兑药，兑好一些就赶紧给病人注射。他整一个上午都忙得脚不沾地。这药一天要注射3次，这就意味着他吃过饭就要开始第2轮注射。沈桃严禁任何人靠近病房，说是自己的独门绝技，怕被人学了去。哼，还独门绝技？就好像你教我，我就能会似的。全是一群将死之人，非那个事儿呢。要我说呀，得病的人就干脆赶在一起，一把火点了痛快。哟，这兄弟，一听你手上就没少沾血呀。咱们都是死刑犯，说说，你以前杀过几个？不多，2条命。我家里的淫妇和他的姘头，确定就是鼠疫。我已经让人去汇报给刺史大人，想必不多时就会有人来传话。蒋怀何在？赶紧出来，刺史大人要问话。不用担心，肯定是问鼠疫之事，我如实作答就行。鼠疫是咱俩共同的判断，我和你同去。嚯，蒋怀，你洗干净换身衣服，看起来真像个人呢。彼此。大人，人带来了。前来吧。见过刺史大人。见过刺史大人。免礼。江淮，听闻你断定这次的高热之症是鼠疫，可否有10足把握？10足把握，正是鼠疫。废物，要你们何用？若真是鼠疫，蔓延迅速，我这琼州岂不成了死城？尔等即刻回去想，若是想不出良方，你们就等着给琼州百姓陪葬吧。刺史大人，民女有话说。说。相比治疗鼠疫，当务之急是防止鼠疫蔓延。鼠疫凶险，面对面说话就可以蔓延传播，所以百姓必须整日以布蒙面，就算在家里也不能拿下来。百姓不得随意出门，士兵每日进户检查，一旦发现病者，全家都要带走隔离，封闭出城和入城的路口，绝对不能让鼠疫蔓延到其他州府。先回去吧，本官自会做出应对。沈桃本以为应对措施已经告诉刺史大人，这刺史抄作业总会吧？他是万万没想到，刺史不仅会抄作业，他还丧心病狂的超常发挥了。沈桃2天1夜未合眼，查看了一圈病患情况后，就找了个地方眯着。院子里闯入了一队官兵，他们不由分说就要将重症病患抬走。你要把他们抬到哪里去？他们都还病着，经不起折腾的。奉刺史大人命，感染重症鼠疫的人全部焚烧，消灭传染源头。你不能带走他们，他们都还活着，怎么能直接烧死了事？滚开！这是大人的意思，你让是不让？不让。我是个郎中，给我几天时间，我一定能治好他们。都已经病入膏肓，如何能治好？痴人说梦。我告诉你，就算你拦得了这里，你也拦不了其他地方。大人已经下令，
琼州以及琼州治下的12县，要把重症病人当成病源焚烧。我劝你还是早些让开，也省得伤了你。沈涛心凉了半截儿。官兵有句话说得对，他拦得住这一处，却拦不住琼州治下的12县。与他们多说无用，真正做主的人是刺史大人，用这些人的性命换全城平安，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沈涛颓丧地让开，这是历史的洪流，非一人之力能抗衡。沈涛忽然感觉有人握了下他的手，又被快速扯开，上躺的病患正是他第一个诊治的小童。想到他要和其他人堆在一起被活活烧死，沈涛良心难安。他拔腿就跑，循着记忆朝刺史府狂奔。这些重症患者不是全然没救，只要用上西药，说不准能救回来一些。沈涛，你慢一点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从师傅留给我的行医笔记中翻到了药方，可以治疗轻症鼠疫，你别犯傻啊。蒋怀，你回去吧，我自有要做的事，你不用担心。刺史府门口有个大大的鸣冤鼓，他有把子力气，干脆用拳头一下下地砸在鼓面上。都离远点，不要靠近。敲什么敲啊？这个时间大人还未醒，我告诉你啊，少惹大人不痛快。刺史大人，重症病人有些还能救治，万不可当成病源一把火烧了呀。重症病人要被烧死？不烧死还能咋整啊？我听说这是鼠疫，他们不死，死的就是咱们了。大人，他们只是病了，这也不是他们愿意的，求大人网开一面，饶了他们吧。何人作乱？刺史大人，民女沈桃因重症病人的事而来，就算他们病入膏肓，也不是全然没有救治的希望，求大人开恩。求大人开恩，求大人开恩呐！重症病人也是琼州百姓，你当本官心里不难受吗？疫病蔓延速度极快，若是不处置他们，全城的百姓都要跟着遭殃。即便本官心痛难忍，为了一城百姓，也要做下这个艰难的决定。刺史大人，我听说最先发病的村子很偏远，且全村人都遭了难，已经变成空村，求大人将重症患者送到村里去，那里远离人烟，不会把重症传到城里。民女愿在那里照顾他们，若能救治好，他们一定会感念大人恩德。若是救治不好，人没了再烧也不迟。高热之症来得蹊跷，蔓延极快，难保咱们不会染上。等到了那一天，他们莫不是要把咱们也都烧死？就如你所愿，我现在就下令把人送到村子去，你也跟着一同前往。我会派重兵在附近把守，若是有人逃出来，包括你，全部就地斩杀。谢刺史大人。程光也真够狠，愣是一个人手都没给沈涛派，只丢了几车草药和粮食在村里，还在周边驻扎了一队士兵严防死守，就怕有人偷跑出来。所幸人都昏着，沈涛毫无顾忌地在系统和现实世界闪来闪去，配药打针。他还不忘熬上一锅草药，让药味弥散，以免士兵起疑。来的路上颠簸，外加严寒，又死了一多半。他们把尸体堆在村口，一把大火点了。沈涛站在院子里，看着滚滚浓烟，心里却生不起什么波澜。活着的人他尚且顾不过来，更遑论死者。沈涛一日只有12个时辰，不眠不休，每人每日也只能挨上一针，只希望他们能坚强地熬过来。蒋怀等人也没闲着，负责救治轻症病患，大锅熬药，并配合施针治疗，到底还是扭转了病情。沈涛在进村子的第3天，在宅子里救治的第一批病人身体有了起色。小鱼从小就帮他娘做事，他感谢沈涛救命之恩，帮他一起照顾病患，做得有模有样，让人感叹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。沈涛真希望自己的金手指开得更大一些，让所有人都得到救治。瞧瞧，又死这么多，你说你没事去程大人那里求什么情？连累我们兄弟这大冷天的，只能搭帐篷住雪地，若不是整日砍树生火，我们兄弟不知道要冻死多少。反正都没救了，直接烧了不好吗？过了3天，死者数量骤减，每日只10余人。稍稍恢复些的人在院子里走动、生火、做饭、清洗病患弄脏的衣物。士兵再看沈涛时，神色有些复杂，也不说话噎他了，甚至还会主动问需不需要什么东西，他们可以派人去买。再让程大人送些草药，要是有肉食就更好了。
病患也需要补身体。草药要去问过程大人，四处都缺，怕是要等上2天。隔日，沈桃还真在一个院子门口看到一头血淋淋的野猪。谢谢了。靠，这娘们儿这么大的劲儿啊！咱们3人勉强把野猪弄回来，她一个人就拖走了，看样子还很轻松呢。什么叫娘们儿？你给我放尊重点，要叫她沈郎中。要不是她，这满院子的人都得死血。你瞧瞧，她这不给救回来了吗？好，沈郎中，我叫他沈郎中行了吧？你也真是的，一头猪全给他们，咱们兄弟也都好多日没见到荤腥了。见天闻肉味儿，给你吃得下去吗？吃不下。系统奖励给他的好运值是真顶用啊！和病患近距离接触这么久，倒是没被感染上。京城上书房，程光这个废物，高热症蔓延2月有余才确定是鼠疫。在此之前，不知道有多少人来往琼州。若是鼠疫蔓延至全国，朕就把他的头砍下来示众。皇上息怒，臣愿领太常寺太医署前往琼州处理鼠疫之事，恳请圣上恩准。琼州鼠疫凶险，文墨你身子骨弱，岂能去那苦寒之地涉险？臣身体无事，愿替圣上分忧。好，朕这就下旨，户部出钱粮，太常寺出人，随宋卿一起前往琼州。打听到沈桃的下落了吗？那方飞鸽传书来报，说沈桃孤身一人，与上千重症病患关在一处村庄。消息传来时，他尚未感染鼠疫。好一个晨光！若是沈桃有个3长2短，你这官算是当到头了。我已领命去琼州。陈乔，你去帮我收拾东西，咱们马上出发。户部的粮食和药材，以及太常寺的太医，2日后出发。主子，你感染风寒还未痊愈，现下又去那苦寒之地，我担心你身体受不住啊。他那里凶险，早一点到，我就早放心一些。来京城这么久，平县的消息一直没断过。沈姑娘若是得了大孕，主子能高兴好几天；沈姑娘遇难，主子比谁都担忧。沈姑娘也是个奇人，每遇到难事儿都能化险为夷，只希望这一次她还能平平安安，否则她主子得把琼州那几个官全都拉下马，搅得琼州不得安宁。下人来报说，围控重症病患的士兵传信，说需要17味草药和3车粮食。药，我还想要呢，却回他们，就说城中粮食和草药皆短缺，让他们坚持，等朝廷送来赈灾物资，定拨给他们。一群将死之人，还想要药，做什么美梦？大人，前2日不是有个本地商人捐了10车急需的草药，并20车粮食吗？若不然给他们拨上一些，多活下来些人，于您的官声也有益。不必，本就是苟延残喘，给他们吃喝也无济于事，就这么拖着，死一些就省一些，就算上面问下来，咱们也有话可说，那不得紧着城中百姓吗？程光才不会告诉幕僚，这批药和粮食已经入了刺史府的公账，算作采买。至于采买的钱，自然入了他的口袋。那位姑娘呢？她敲响鸣冤鼓，为民请命，百姓都念着她的好呢。不然派2个人过去帮衬一下。这是他自己提议的，何该一力承担后果？本官身为琼州刺史，掌管一州百姓，该以大局为重，自然要做出取舍。沈桃的重症村有病患900人，900张嘴整日以稀米汤果腹，围着村子的士兵看不下去，上山猎些野物接济他们。沈桃的空间里有粮食，是从山匪窝里缴获来的，可他不知道该怎么拿出来。姑娘，那狗官不给咱们拨粮食，再这么下去，人都得饿死。我身体壮，虽然病了一场，可到底比旁人抗折腾。不如我今晚前出去外面弄点粮食回来。劲松，你先别着出去，咱们在村里再翻一翻。今年天冷，村民都为自己打算，估计会藏粮。咱们挨家挨户仔细的翻，实在没粮，再做旁的打算。姑娘，前2天已经翻了一遍，但凡能吃的全都拿出来吃了。万一是藏的地方太隐秘，咱们没发现呢？再翻一次吧。若是翻不到，我就同意你偷偷潜出去。那好吧，我带人再找一遍。找到了。哪儿呢？他们把粮食藏在这口不用的冷灶里面。我的老天爷啊，还
还是细面嘞，整整1袋子细面。既然第一家有，说不准别人家也有。咱们继续翻，72户人家找到90多袋粮食，这也太会藏了。要是早找到，也不至于饿这么多天。说不准藏的还有，就是咱没找到。等吃完这些，咱们再翻。1人1天1顿稀汤，只要保证饿不死就行。沈桃不忍，总是偷偷把木桶带进空间，往木桶里放肆的倒葡萄糖水，又装作是水兑到稀汤里。主子，你怎么样？要不咱在凤城歇一晚，找郎中给您瞧瞧。不用，他处境艰难，我早一点到，他就少受一点苦。主子，您就算不考虑自己的身子，也为兄弟们着想一下吧。昼夜兼程赶路，一个个都累极了。此去辽山，山匪猖獗，说是休息不好，恐怕不能安全到达琼州。半晌，宋文墨才道出一声好。这一路可熬死老子了，好在琼州封了，等到琼州交界处，把押送的东西一交，赶紧往回走。若不是主家给的高，这破地方请老子来，老子都不来。到琼州之前还有辽山要过，兄弟们还是别吃太多酒，打起12分精神应对。各位有所不知啊，辽山现在安全，盘踞在那里的山匪被一网打尽了。掌柜说的可是真的？这还能作假呀？不知是何方神圣降临辽山，将山匪都绑到树上。官兵发现他们时，个顶个动挺了，足足1000来号人。辽山竟有这么多山匪，到底是哪个寨子能招这么多人呢？嗨，不是一个寨子，是3个寨子联手想抢过路的粮食和药材。官兵几次剿匪都没能找到山匪老巢，只找到几处空寨子。你猜他们藏哪儿了？挖了个地下巢穴，全藏地下了。饶是你翻遍辽山也找不到他们呢。平东将军冯元夜审还没冻死的山匪，问是谁把他们绑在树上的，山匪说是个力大无穷的女人给他们下了药。现在人人都在传，说山匪作恶多端，惹怒神灵，老天降下大雷神女把他们给收了。要说人不能做坏事呢，举头3尺有神灵啊。主子，郎中就在外面候着，让他给您诊下脉吧。不用，我的身子我了解，没事的。主子，咱们到了琼州是要寻沈姑娘的，若是您病倒下，她指不定还要多受2日搓磨。让郎中进来吧。您身体本就虚弱，外加感染风寒，舟车劳顿，这才久病不愈。我开一副药，您按时喝下，最好能卧床静养。主子，我刚出去寻郎中的路上，听说了一桩趣事。陈巧，以前你可不会这么多嘴，自从去了黑风寨后，你的话就变多了。我听那趣事，怎么听都觉得和沈姑娘有关。主子，你要是喝了药，我就把这趣事说给您听。陈巧把从县令那里打听来的消息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宋文墨。上千山匪被一个力大无穷的姑娘下药擒住，又捆到树上。等发现的时候，他们老巢里的金钱财宝、粮食草药全都被搜刮一空。除了沈姑娘，我还没遇到过第2个力大无穷的女人。像是她能干出来的事，她惯常胆子大，没想到这么大，竟然敢孤身闯狼窝。这次见面，我定要问问是不是她做的。若是她，我要禀明圣上，给她请赏。她一个商女，多得圣上嘉奖，也能有些依仗。好了，陈乔，药我也吃了，你且下去休息。明日一早，咱们出发。他在黑风寨顶的是人皮面具，他从未以真面目见过沈桃，他会不会感觉他很陌生？停车！刺史大人有令，任何人不许进出琼州。站住！带上面巾说话。门下省侍中宋文墨奉圣上旨意来琼州主理鼠疫一事，速速放行。不知宋大人亲临，望大人饶恕卑职拦车之罪。你们做得很好，无需自责。本官是秘密前往琼州，你等好生守护进琼之路，无需差人去刺史府报信。放行！乖乖，吓死老子了！朝廷2品大员宋文墨的车我也敢拦。哎呀，还好他这会儿脾气好，要不然脑袋都得搬家。陈哥，那谁呀？哥，喝点，暖暖身子。啊，那个就是宋文墨，手段厉害着呢。刚上任就收拾了几个贪官，抄家流放。他这次来琼州，还没派人提前通知刺史大人。哎，刺史大人之位啊，8成悬了呀。宋文墨一行人打马飞奔，1个多时辰后来到了沈桃所在的村子。刺史大人终于想起我们来了，这是送粮来了吗？里面的人把树皮都剥光了煮了吃，见天喝水充饥，再不来人都要饿死了。宋文墨从他的话里听出了问题，心中怒火腾腾而起。你们不是来送粮食的。宋文墨刚走几步，就感觉寒冷的积雪把他的脚冻得冰冷。
沈桃就是在这种环境里坚持了这么多天，还没粮食，只能啃树皮。完了，主子生气了。其实他也不必这么气的，就沈姑娘那一身力气，就算啃树皮，他也保证是啃得最大口的那个。啃树皮，饿死了，留着你们这些人有什么用？不会找程高那个狗东西要粮食吗？谁说我们没去？程大人说城中也没粮食，让坚持坚持。什么人？陈乔立马亮出令牌，自报家门，开始装逼。不知大人来此地，有失远迎。若是我手下人不懂事，言语冒犯了您，还请您高抬贵手，原谅他年纪小，不懂事。你们为何守在此处？我们奉程大人之命，看守重症患者，以免他们跑出去传染其他人。好，程光好得很，不给粮食，还派人守在这里不让他们出去，这是要活活饿死他们的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你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饿死在里面。大人，您别生气，我们也想办法了。这不上山打了点野味，要给他们送去。起来，带我去看看他们。里面有894个鼠疫重症病患，沈姑娘是个有本事的，硬生生把他们从死神手里抢回。大人，那个姑娘就是沈桃沈郎中，您别看她又瘦又小，她可有本事了，力气也大得很。里面的人多亏她照料，否则就死绝了。还用你说？她的本事我自然了解。沈姑娘，沈姑娘，何队长，这位是京城里来的大官，专程来看你们的。沈姑娘，你快给介绍一下。李三老师，真的是你啊！宋文墨却在他伸手的瞬间就注意到了他的手，原本细白柔嫩的手现在长了冻疮，又红又肿，接触水后又吹了凉风，全都裂开了。宋文墨一瞬间就红了眼圈，想哭。他强忍着看沈桃和陈乔聊天。李三老师，到了京城果然不一样，你的李二先生呢？你不跟着他了？莫非你跳槽换工作了？他要怎么解释从头到尾都没换过主子这件事儿啊？桃，那个怎么说呢？肯定是李二送他到这位贵人身边潜伏，有重要任务的，他可不能给他拆台害他暴露。不用说了，我懂，我全都明白。啊？你明白啥了？沈姑娘，宋大人，不知您驾临，本官有失远迎啊。天寒地冻，本官在城中备了些薄酒，给大人暖身子。沈姑娘，你有何话要与程大人说呀？他从来也不认识这位宋大人，可这位宋大人却好像对他很熟，语气轻松自在。沈姑娘救活许多重症患者，实乃为圣上分忧，如此功德，不必跪本官。既是宋大人问民女有何话要与程大人说，那民女就斗胆问程大人一句。敢问程大人，这里894名重症患者是否琼州子民？而程大人是否琼州刺史？掌管这方百姓，叫一句父母官也不为过吧？是琼州子民，本官自然也是琼州的父母官。鼠疫猖獗，程大人下了焚烧令，焚烧重症患者我可以理解，但是琼州治下12县运送重症患者来此，天寒地冻，即使连一条棉被都舍不得给他们盖，途中冻死的患者不知凡几。若是没有程大人你的授意，手下的人怎敢如此放肆，草菅人命？如今我与重症病患关在这里1月有余，多次向程大人申请粮食和药材，而程大人以城中粮草不足为由头，屡次推拒。我们这近1000人已有半数进入恢复期，程大人却令我等围困在此，树皮草根都被啃食干净，只靠喝水充饥，又是何故？若不是宋大人来此探查，我们都要被饿死了。程大人，你这无异于故意杀人。宋大人，您休要听他胡言乱语，我怀疑这女人居心叵测，她在我琼州鼠疫爆发之时煽动民心，引得百姓动乱，届时百姓人人自危，四处逃窜，定会将疫症蔓延至全国。为了稳住这个女人，查出她背后的势力，我这才将她与重症病患关于此处，我全都是为了大越皇朝着想啊！宋大人，不是我不拨付粮食和草药，实在是城中缺得厉害，为了全城百姓，本官不得不做出取舍。这么说，程大人还是忠君报国的好官了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程大人，我今日看这些重症患者都康复大半了，既是你治下百姓，程大人自然是心疼的，就算自己吃糠咽菜，应该也会让他们吃饱吧。那是自然。宋文墨让程光交出刺史府的文案和账本。夜里，宋文墨抱着账本仔细翻查，
一笔笔核对。晨光当真是狡猾，账本一笔笔支出收入做得天衣无缝，让人无从下手。进来。主子，我按照您的吩咐偷偷潜入晨光府邸，这老东西可真该死啊！外面都无粮果腹，无药治病，这老东西的妻妾子女却奢靡无度，仅是一顿饭就流水式的传菜。吃过饭，一家人从上到下，包括仆从都要洗药浴，防止感染鼠疫。这本账册他藏得很隐秘，在衣柜暗格里。我趁他洗药浴时快速抄腾了一份，他洗过药浴就准备了火盆，将真正的账册给烧了。做得很好，下去休息吧。主子，您都看了一晚上，要不也歇下吧？您今天也见到桃了，他很好，也不急在一时。晨光这人心思缜密，今天桃儿从他手里讨到了粮食，又下了他的面子，他必然怀恨在心。我在琼州，他倒是不敢出手，可他心里肯定有筹谋。早把他拉下马，桃儿就安全一分，我也少一分顾虑。去各街口转一转，把晨光设置岗哨的进出记录抄腾一份，做得隐秘点，别让旁人看到。朝群啊，你也知道，全40府上下，我只信任你一人。今日有一事，只有你能办成，你可千万不要推脱。大人且说，您对我母亲有续命之恩，但凡超群能做到的，必定肝脑涂地。好，我想让你以病患的身份潜入收容重症病患的村子，那些人若是活下来，对本官是极大的威胁。你只需偷偷在饮食中投慢性毒药，造成他们病情复发而死的假象即可。至于药，本官已经替你准备好了。叶朝全傻了，那可是上百条人命啊！大人，小人实在是没有患上鼠疫，怎么能混到那里？听说那姑娘医术精湛，小人若是装病，定会被她一眼识破。你倒不用真的感染鼠疫，鼠疫的脉象与风寒相似，你且去冰水中泡上一晚，再动一动，定然会染上风寒。等你到了村子，再便宜行事。大人，那是上百条人命，小人实在下不去手。怎么，你不愿意？我能给你娘续命，也能让你娘断命。于你而言，到底是不相干的人命重要，还是你娘的命重要？你不要担心感染鼠疫，城中的蒋怀妙手回春，与沈桃不相上下。到时我把你接回来调理，定让你康复。我再给你一笔钱，你和你娘岂不快活？放心，你走后，我会派人照料你娘。我会对她说，你领命出琼州办差，要不了多久就能回，她不会起疑。这就是他一箭双雕之计，又弄死了沈桃，又弄死了叶超全，他再无后顾之忧。娘，刺史大人很器重我，安排了很重要的事情给我，怕是要离开琼州一段时间。您不要害怕，刺史大人会派专人来照料你，等我回来就能得到一大笔赏银，到时候我给您请个好郎中，再开几副好药，您一定会好起来的。这里怎么无人当值呢？回大人，这里当值的人出现了高热症，刺史大人令他隔离，一时半刻都来不了了。这未免太过巧合，他刚查出些端倪，想偷偷找负责登记捐赠的小丽问话，他就感染了鼠疫。去查他小丽情况，晨光怕是想通过鼠疫的名头弄死他，赶紧找到他，把他保护起来。他可是晨光贪污的活证据。等陈乔打探到叶超群家里时，叶超群已经不在了。叶超群能去哪儿呢？是知道晨光要对付他私下逃了，还是已经被晨光给收拾了？陈乔吩咐手下把叶母带走，一方面是保护他的生命安全，另一方面若是真找到了叶超群，这老妪正好用来可以拿捏他。陈乔遍寻无果的叶超群，此刻已经被抬进了沈桃所在的重症村。这一批共送来7人，一个个烧得滚烫，意识全无。哼，这青年根本就没有感染鼠疫，就是一点小发烧，要么是人工作失误不小心把他送进来，要么是他心甘情愿为了某种目的而来，必须要防备了。不仅要防备，还要调出幕后人。姑娘，你叫我干啥？我和你说个事儿啊，你一定要往心里去，且声音小些，别让旁人听见。是呢是呢，我小声点。你还是别说话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说什么，你只管点头或者摇头。今日新到了7个病人，就在这个房间住，你一定多关注他们，尤其是那个年轻人，我怀疑他对咱们重症村有图谋。记住，不管他做什么都不要拦住，偷偷监视即可，不要让他发现了。为啥？你发现没有，送到这里来的重症病患全都不戴口罩。为啥？
重症病患大多数有支气管和肺部感染，不戴面巾他们尚且呼吸不畅，戴了就更呼吸不上。他的面巾戴得结结实实，呼吸也很顺畅，说明他病得不如表现出来的严重。我诊他脉象也和鼠疫患者有所不同，我怀疑他是装病。青松和凳子还贼缺德，故意整着他。别人都换了好几次裤子，他怎么还这么干爽？姑娘说了，得病要多喝水，肯定是他太缺水导致的，咱们多给他喂点。就是，让咱们照看病人，咱们肯定得好好照看。我不怕辛苦，也不怕洗臭裤子，我就怕他病不好。哎，我这就去给他端水来。温度正好。老子不喝水，老子再喝水就要尿裤子了。过了1个时辰，摸了摸叶超群身下，还是干爽。他俩开始敬佩叶超群这忍者神龟的功力了。是条汉子哈，可立场不同，只好继续坑他。这可是好药，专门给重症患者吃的，保准药到病除。是10×10的泻药，药吃下去不到1刻钟，叶超群的腹中就开始翻滚了。在一声屁响后，他的自尊、骄傲也跟着一起飞流直下。凳子，你瞧，他流泪了，他肯定快好了，咱们快给他换裤子啊！让你装不下去了吧？天哪，他醒了，快去叫姑娘，这可是恢复最快的重症患者啊！不错，恢复得很好，再吃1天的药，应该就可以下地走动了。既然已经醒了，就要尽快的和他们打成一片，获取他们的信任。这鬼地方和一群烂好心的人，他是一刻都忍不了。成功想要干什么？叶超群不过病了1天，远远达不到重症程度，为何会被送去重症村呢？陈乔，快带我去重症村，我要亲眼看看沈涛。主子，您身子这么虚，贸然再去重症村，恐怕会感染鼠疫的。陈乔，送我去。宋文墨连夜出城，又要闹什么幺蛾子？派人给我跟着他。桃儿，醒醒！桃儿，我是李三老师，你不用这么大劲儿吧？还好我有功夫，用内力抵挡了下，要不你这一拳下去，我鼻子都能飞出去。我不知道是你，你别哭，你大晚上找我有啥事儿啊？我们大人要见你。现在？啊，就现在，村外不远处的树林里，我带你去。我要带着你施展轻功。桃儿，得罪了？不得罪，来吧。桃儿，你能不能放轻松，不要双脚一离地就往下坠？你要是这样，我带你飘不起来。哦，好，真不好意思啊，李三老师，你一把我提起来，我就害怕，身体不自觉的就向下用力，我这回控制点儿。他带着少爷一飘10几米，带着桃儿一飘只有2-3米。大人就在那边，你快过去吧。主子的爱情这是建立在他玩命的基础上了，再也不相信爱情了。大人，沈姑娘无需多礼，你没事吧？明明是不认识的人，为何总在他身上感觉到熟人呢？回大人，民女没事。桃儿，你不认识我了，或者说你不认我这个弟弟了？弟弟？他啥时候有个大官弟弟了？他也就是在黑风寨喝醉酒后强认了一个弟弟，李二先生嘛。李二先生？莫非是你？一眼就认出陈乔，却这么久都认不出我。疼！你这脸皮在哪儿买的？又厚又帅呢，撕都撕不掉。赶明儿给我整一个呗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现在用的是真脸皮？真的脸皮啊？那你还挺会长的呢，鼻子是鼻子，眼睛是眼睛的。说来话长，我以前不叫宋文墨，也不叫李儿，我叫周文墨。这个名字你听着熟不熟呢？周文墨就是黑风寨的第一个肉票，周家部庄的小公子周文墨。那啥，周兄，你要是想把我举报给官府，能不能等我把这些病患给治好啊？我做错了事，我认罪伏法，我保证不跑。我对天发誓，我要是跑，天打五雷轰。谁要你发誓了？要是想举报你，我早就举报了，不会等到今天。那你为啥不举报啊？你明知道我的身份。我原本是镇国公府的嫡子，因我爹功高盖主，不知被谁算计，他所有的孩子都夭折了。为了留下血脉，我被送到平县，成了周家部庄的小儿子。当时黑风寨绑了我以为是京城的人，把手伸到平县，欲将我除掉。我并未急着报官，只是想顺藤摸瓜，找到幕后黑手。结果事情忽然有转机，我竟收到了某人送来的欠条。我以为是幕后之人的新花样，
就让陈巧也就是你们口中的李三老师潜入黑风寨打探消息。他起初回来还会说些异常之处，到后面他开始说你们的好话，替你们开脱。一来二去，我也对黑风寨起了兴趣，贴人皮面具混了进去。亲眼所见，我才知道你们不可能是京城安插的人手。谁家出来办差这么苦啊，连床被子都买不起，吃饭就吃野菜饼子。我这才打消疑虑，与你们坦诚相处。我在周家其实过得极好，所有人都敬着我，可这份敬是对我的身份，而不是对我这个人。我就好像束之高阁的珍宝，放在高处落灰，却无一人真心相待。到了黑风寨后，我沉迷于平凡人的快乐，会因为吃到一枚带铜板的饺子而高兴。明明早就该离开，可我却一拖再拖。欠你的200两我已经还了，你可别再朝我要了。地主家没有余粮，你需要以此拿捏要挟我？孙文墨都无语了，他就多余张嘴。我来找你不是要拿捏你。陈光这人心眼极小，他勾连刺史府中一名小吏做假账。我本想拿下那小吏，没想到小吏却感染鼠疫，被送到中正村。我怀疑其中有诈，那小吏叫叶超群。你也发现了他的问题？他来的第一天我就知道他根本就没得鼠疫，我现在派人整日盯着他，就等他露出马脚，我们好抓他现行。他应该相信沈涛的，他如此聪慧，定能化险为夷。你快回去吧，我也走了，拜拜了你嘞。陈乔，走啊，再来一次。啊，还来？主子都告诉你了。他说了。你瞒得我好苦啊，我还以为你跳槽了呢。哎，陈乔，你是不是穿了特步啊？啥是特步？特步就是特别大的步子，飞一般的感觉。陈乔傲娇的觉得还真是这么回事儿。他这轻功正好没有名字，以后就叫特步轻功。后面2、3天，叶超群恢复速度当真超群，他嘻嘻哈哈的和众人打成了一片，抢着干活。我帮你劈啊！好啊，你来。我帮你。好的。他一整天忙得像陀螺一样，半点靠不到饭食的边儿，呕得他心头憋着一口浊气，吐不出来咽不下去的。姑娘，这几天把他指使得团团转，他根本没工夫干坏事儿。我看他已经被磨到极限，应该快出手了。好，做得不错。若我是他，想悄无声息收拾这么多人，往饮食或者汤药里下毒是最快捷的，一定要在他出手的瞬间按住，来个人赃并获。姑娘放心。他拆散药包，正准备往吃食中撒。快来人呐，快来看呐，有奸细给咱们下毒药。我没有，放开我。哼，放开你，想得美。我天天晚上都不能睡觉，一直盯着你，我怨气比鬼都大。好不容易抓住你，我怎么可能放开你？痴心妄想。放开我，求求你们放开我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被人冲上来按住了，我是被冤枉的呀。说吧，谁指使你来的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瞧瞧你手里拿的东西，这都人赃并获了还死不承认？这不是我的东西，是你们强塞到我手里的。大家看见谁塞给他的吗？没有，我亲眼看见他从袖子里拿出来的，准备给我们下药。去报官，我们当证人。陈光是不是拿你母亲做要挟，让你进来下毒的？他是不是承诺过会好好照顾你母亲？你猜怎么着？宋文墨宋大人不知道你和陈光达成了什么协议，还是通过蛛丝马迹查到了你头上，查到你家里，你家中老母根本就无人照料。若不是宋大人心善替他救治，你的老母亲应该就被冻死了。你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？陈光想要除掉我们，也顺势除掉你。至于你的母亲，根本就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，反正就是个无意识的老妪，是死是活有何干？你确信你还要替陈光保守秘密吗？你骗我，你骗我，你就是骗我认罪。我为何要骗你认罪？我这里最不缺鼠疫患者，也不缺死人，我都不用去告你，只需要放些鼠疫之人的血给你灌下，然后把你丢到房间里关起来，看着你病死，一把火烧了就行啊。若是你想与母亲团聚，我给你指条明路，你只需要在大堂之上指认陈光，将他交代的事1、5、1、10和盘托出，你和你娘都能保下一条命。陈光想让你和你娘都死，陈光也想让我们死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，咱们要共进退，扳倒陈光，保住了我们，也就是保住你和你娘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千真万确，而且我还可以替你美言，就说陈光以你母亲性命要挟，逼你行凶，而你尚存良知，弃暗投明，主动招认，
到那时候，宋大人念你有功，会对你从轻处置的。我说了这么多，你可愿意说了？陈光只吩咐我做了2件事，第1件将捐赠来的物资记录抹去，算作采购上报；第2件让我混入重症村，给你们下毒，造成属于重症而死的假象。程大人的意思是，他当时下令焚烧重症患者，若是烧成了无一生还，百姓不但不会苛责他，还会明白他是无奈之举。可中间杀出一个你，救活了很多重症病患。若这些人都恢复了，投入民间，必将说他不求解决之法，只想一烧了事。为官残暴不仁，草菅人命，弥补之法就是你们全都死掉，那他的政令就一点毛病都没有了。程光这个狗官好狠的心，为了自己的名声，罔顾我们的性命，他不配为官。他肯定是疯了。我们这里几百人呐，现在一个个活蹦乱跳的，怎么下得去手啊？难怪之前不给我们粮食，也不让我们出去，打的竟是这份心思。他如此歹毒，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你确定上堂后会如实说，不反悔？让我见我娘一面，只要确定我娘还活着，我绝不反悔。好，轻松，挑个干净的屋子把叶朝群关起来，等宋大人召见他。你何时发现我不对劲呢？你刚一送进来我就发现了。从哪里看出的端倪？唐的重症患者呼吸不畅，自然不戴面巾，只有你捂得严严实实，所以我就多留了个心。去看看宋大人怎么还不来，他好大的架子呀！大人，我刚去催了，他手下说他身子虚，正在歇息，稍后醒了就过来。再去催，就说诸位大人想要见他。都安排好了吗？安排好了，明日一早捐赠者联名上告。沈姑娘也说叶超群作证，只待咱们这边发令，休来催了。大人，您去赴宴吗？且去陪他们过最后一个平静的夜晚吧。宋文墨前脚刚走，门口就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安慰耳力惊人，他用手在舌头上沾了下唾液，抹在宋文墨常用的茶杯、茶盐、毛笔、镇纸上，还奔到了床榻旁，在被子和枕头上都抹了唾液。只是这种下毒法着实太恶心。说，谁派你来的？给大人下的是什么毒？你若是不说，我现在就送你上西天。好汉饶命，我下的不是毒啊！还是不老实。我说，是程大人让我穿着侍卫衣服混进来的，只要把唾液抹到常接触的地方，就给我50两银子，否则就把我送到重症村去。我无心害人，我是被逼的呀。各位大人，府中有点事，我先去处理一下。程大人，何事这么急着处理啊？就连美人和美酒都能舍下？程大人啊，琼州在你的严防死守下，鼠疫得到了极大控制。你劳累许久，是该放松一下，有事明早再办，别扫兴。确实有事，本官先行告退，诸位大人尽兴。程大人为国操劳，我心有不忍，本官愿与程大人同去，为程大人分忧。我等也愿与程大人同去。无事，左右是手下无能，办砸了差事，就不劳烦诸位大人，我去就回，扫了诸位大人的兴，是程某的不是，程某自罚3杯。走水了！后院起火十分凶险，快保护各位大人退到府外。走吧，我这人命大，从来不惧火，我随程大人同去。既然火已经扑灭，本官也乏了，就回去睡下。抓到一名刺客，他潜伏在大人房间，意欲行刺。大人，误会，这就是普通侍卫，可能偷喝了2杯酒就走错了房间。哦，误会。按三听令，既然火已经灭了，就把各位大人请回来，就说本官请诸位大人看好戏。本官刚要回房休息，就发现这侍卫潜入本官的房间，意图对本官行凶。本官这就当着诸位官员的面审审这人，看看是谁吃了雄心豹子的，在背后谋划了这一切。对，必须好好审审。宋大人是肱骨之臣，岂能受此迫害？大人冤枉，我不知道那是您的房间，就算借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刺杀你啊！他染了鼠疫，把口水涂抹到大人的杯子和枕头上。大胆！染了鼠疫还敢去大人房间，你这可是杀头的罪过。宋大人，是下官治下不严，才出此纰漏，下官自会收拾他。
给您一个满意的交代，切勿脏了大人的手。来人呐，把他拉下去，在刺史府门口喊头示众，以儆效尤。大胆散播鼠疫，罪无可恕，何该牵连到你家人的？可现在民心不稳，姑且只砍你一人的头，就能保你全家，你还不谢过大人？精彩，精彩呀！程大人亲自教本官如何审讯犯人，手段了得呀！犯人未发一言就已经定罪，本官自愧不如，理当学习。大人太爱。叫什么名字？小人林英华。感染鼠疫了，感染鼠疫也不是你的错。家中还有何人？大人，您身子弱，受不得寒，还是赶紧把他处理了，你也好回去歇息。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也说不知道那是我的房间，如何就去那个房间抹口水了？说说吧，是谁安排你这么做的？说出幕后主使，本官保你和你一家老小的性命。若是说不出个子丑寅卯，按照大越皇朝律法，故意传播鼠疫这一项，就够诛你九族，挖你祖坟。大人，要是我招了，真能保我全家性命。本官一言九鼎。是他，是程大人。我前些日子染上鼠疫，就去了医馆治疗，家中老小也被隔离在家。程大人找到我，许我50两银子，让我偷偷回一趟刺史府，只需往一个房间里抹上口水即可。若是不从，就把我送到众城村等死。我若是死了，家中老小就没了依仗，我实在没办法，才同意了程大人的要求。大人，明察呀！程大人，你这是作孽呀！程大人，你身为琼州刺史，防疫有功，怎可做这糊涂事呢？宋大人，他这是污蔑，纯纯的污蔑。我平日治下严格，有时下属犯错，为了让他们长记性，惩罚手段就重了些。他肯定因此对我怀恨在心，设计污蔑本官。的确，我也不能听你一面之词。你可有证据证明你所言非虚呢？若是无法证实，你的确有诬告上官的嫌疑。小人在医馆诊治时，是一位郎中暗中给我传信，说大人要见我，也是他替我打掩护，我才能乔装成送犯人逃出医馆。哦，你可能指认那人。医馆内所有郎中全都在衣服外罩宽大白衫，头上还戴了女子专用的围帽，防止他们被感染。这么一装扮，所有人都一个样，小人辨认不出啊。这么说，你就是没有证，空口白牙的诬告本官啊！我想起来了，昨日他替我打掩护时，不小心与提桶的人撞到一起，装满水的桶子撞到他右膝盖，按那个力度，膝盖处必有淤青。我是在城东医馆偷跑出来的，只要检查城东医馆的郎中，就能找出那人。哟，有人敲明缘谷啊，肯定是有天大的冤情。诸位大人若是还有精神，不如随本官前去瞧瞧。曹民拜见大人，求大人为我等做主啊！起身吧，有何冤情与本官说说。我等联名状告琼州刺史程光，贪污我们捐赠的赈灾粮草和草药。你们可知，越级上告可是要挨板子的。回大人，知道，为了琼州百姓，我等愿意挨板子。程大人呐，程大人，这上面所述要是真的，你也真不是个东西呀！这个节骨眼上贪墨，你这是置百姓于不顾啊！呸！宋大人，我也不知道哪里开罪了你，让您一而再再而三的污蔑下官。刚刚的事自不用说，你已认定是下官干的，现在又来这么多人联名上告下官，连证据都没有说就说我贪墨，他们都是布衣。若是没有人背后指使，肯定干不出这样的事。下官不劳您费心，下官愿辞官。这琼州刺史谁爱做谁做吧。程大人急什么呀？你要是辞官了，罪名就小了呀。你可穿好官服，戴好官帽，看本官给你把证据找出来，再亲自监斩，砍你的脑袋哟。你不是被送入众城村了，怎么会在这里？自然是来自首，向宋大人禀明你的罪名。堂下何人？小人叶超群，小人是刺史府一名文书，专门负责记录捐赠物资的。程大人许以重利，让小人抹去记录，将捐赠物资记录成购买。小人良心难安，所以记录了一份真实的，请大人过目。
令小人还要状告程大人胁迫我杀人。他让小人装作感染鼠疫，送小人去重症村，胁迫小人暗中下毒，妄图毒杀重症村890名病患。这包毒粉就是程大人亲自交到小人手上的，请大人过目。宋大人，在城东驿馆果然找到了右腿有淤青的郎中。程大人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罪行其一，贪没赈灾粮食和药材，合计2万余两；罪行其二，胁迫人做假账；罪行其三，胁迫人欲毒杀890余人；罪行其四，意图刺杀本官；罪行其五，传播鼠疫。桩桩件件，人证物证俱全，你说够不够要你的脑袋？大人，我是程光的表亲，是他以小人全家性命威胁我，让我偷偷放林英华出驿馆的呀！好，宋文墨，不愧是你，进入琼州那一刻就已经开始对我布局了。程光，你不是也在我一进琼州就开始处处防备我了吗？别死，不过看谁技高一筹罢了。宋大人，我所做之事，家中老少全然不知，我愿一力承担，只求大人能饶过一家老幼。家中老少全然不知，程大人，你抬眼看看外面的世界吧。琼州大雪封山，鼠疫横行，百姓饿死、冻死、病死，不知凡几，就连圣上都为此忧心，令后宫紧缩用度。而你程大人，府上处处奢靡，吃穿用度全然是最好的，外面难寻的草药，你府中日日用来洗澡，下人都不例外。怎么好日子能一起过，轮到担罪责的时候，他们又无辜了？是你程大人还没睡醒吗？用不用我找个古乐班子，在你耳畔吹打一番，把你叫醒啊？琼州刺史程光数罪并罚，判处3日后在法场斩首，其家产全数充公，亲眷流放岭南。念及鼠疫横行，先行抄家，家眷圈进府中，待平复鼠疫再行流放。宋大人，我是朝廷命官，按照大越皇朝律法，理当由督察院和刑部联合审查才能定罪，你不能草草地杀了我，你没有这个权利。你现在不能杀我，监察院和刑部的人还没来，你不能杀我的。宋文墨不疾不徐地从怀中掏出了一块金牌。万岁万岁！离宫前圣上亲赐令牌，见此令牌如见天言。皇上口谕，若琼州官员乱纪枉法，为安定民心，可先斩后奏。来人呐，扒了城官的官袍，送入大牢，敲锣打鼓，告知百姓其罪行。3日后法场处斩。叶超群，你与城官勾结做假账，意图毒杀重正村的人，按律当斩。念你一片孝心，又及时醒悟指证城光的份上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杖50，入牢10年。林英华，小人在。去，把他送回城东驿馆医治，待康复送进大牢给叶超群作伴。故意传播鼠疫，差点酿成大祸，定你20年一点都不冤。至于你这郎中，他们不知道鼠疫的厉害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敢把患了鼠疫的人偷放出来，你不是傻就是坏。去吧，你这辈子就在牢里过吧，除非圣上大赦天下，否则你就老死在大牢里。大人，你饶我一次吧！现在到处都缺郎中，你要不放我回去，我将功补过。正因为你是郎中，才更不能放。轻拿轻放，如何震慑他人？诸位大人，如今城光倒台，琼州刺史一位就空下了。本官这就书信一封送去京城，向圣上禀明，在吏部委派的官员到任前，本官代任刺史一职，行刺史职权，可有异议？一个个恭顺点头，拼命地拍马屁。走，咱们去找桃儿。主子，马车备好了。哎呀，城光上次送的粮食快吃完了吧？我去办一下。
让刺史府再送点粮食过去。啊，对了，草药。对了，手指带点，他的手都冻裂开了。主子，老规矩，你不能进村。桃儿，你在哪儿啊？是我。陈乔，你又来了，你咋不晚上来啊？你这样施展轻功带我飞，是不是太惹眼了？今天不用飞，主子赶马车来的，就在那边，让你去马车上一叙。行，你带我过去吧。嗨，宋文墨，又见面啦！你找我来有啥事啊？多亏你抓住叶朝群，还说服他作证，我才能扳倒晨光。啊？晨光这老小子战斗力不行啊！我本以为会惊心动魄，反转再反转才能干掉他。他就把如何从蛛丝马迹中寻到晨光的错处，再到暗中收集证据，以及林英华半夜去他房间抹口水的事儿，全都说了。我都这么卖惨了，桃儿你咋也该说两句担忧的话吧？有你一句担忧，以后不见你的日子，就算有念想，人不能相守，不能表白，那还不能留念吗？沈桃郑重地在宋文墨肩膀上拍了拍，力气没控制好，拍得宋文墨差点背过气去。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没事啊。你刚才想对我说什么？你命真大呀！单听这一句，咋不像好话呢？不过看听的角度吧，他估计是说我福大命大，祝我长命百岁呢。我本以为晨光只是做事很绝，没有想到如此丧心病狂，让鼠疫患者去你屋里抹口水的事都干。一旦控制不住扩散了，那可了不得。我读书少，你和我说说，他这罪名按大越皇朝律法得怎么判啊？抄家，全家流放。晨光本人3日后在法场出斩，我监斩。那啥，除了这事儿还有别的事吗？我那天看你手冻坏了，这手指你常用着点，我还给你带了棉衣。你身上这件棉薄不暖和，还有这个汤婆子，晚上睡觉暖被窝。还有，沈桃，我给你送东西不是为了要你的钱，都是朋友，你也不用算得这么清楚吧？啊，我不是要给你银子，你送了我这么多东西，礼尚往来，我也应该给你一些。你也瞧见了，我这里条件差，身边除了银子啥也拿不出来。你别拿它当银子，就当朋友送的小物件。等以后我回黑风寨，我给你补一份喜欢的礼物。真的？千真万确。两人有的没的聊了会儿，沈桃就回去照顾病患了。陈乔，你看这块银子与别的银子有什么不一样？就普通银子呗，还能有啥不一样？莫非是假的？把手中银子一扔。陈乔，要是找不到那块银子，我吃了你。宋文墨找回了那块银子，可算是找到了。要是真找不到，按主子现在的癫狂模样，还不把他给吃了呀？若不是你还要替我办事，我定重重罚你，就把刺史府所有茅厕打扫一遍吧，扫3天。到底是啥银子呀？这也太金贵了，实在不行我赔你一块。就凭我这主子身边第一狗腿子的乐器，也不是赔不起。好看不？陈乔咋说？谁家好人把银子穿个绳挂脖子上啊？不仅不好看，还怪得很嘞。好不好看？好看，好看极了，相当的特别，和您超配的呢。陈乔感觉他家主子疯得更厉害了。随着天气回暖，已经鲜少有重病患者，重症村能痊愈的都痊愈了，重症村彻底解散。桃儿，陈乔，谢了，跟我回去，给你们一份重礼。别谢我，是我家主子让我送来的。对了，宋大人好几天都没过来了，是遇到什么烦心事了吗？陈乔，今儿你家主子忙完了，你让他来寻我一趟，我有事要告诉他，很重要的事，你可别忘了。陈乔，有啥事你就说，少拿眉毛跳舞，本官没心情看。今天给桃儿送吃的，他说有事找你，很重要的事。你个棒槌，那你不早说？是宋大人吗？是我。我靠，你们终于来了，再不来我就冻成冰棍了。既然这样冷，你先回屋暖和一下，咱们再说话。不用，我就交代几句话。我听说百姓要冲卡，想出去种地，现在鼠疫平息了些，若是再不放百姓出来，的确来年无粮果腹。我有一些想法，你听听。鼠疫的潜伏期是7天，若是感染，7天内定会发病，你再隔离他们7天，7天后若没有大面积发病，就可以将没有症状的百姓放出来。但是放呢也有放的限度，面巾不能摘，婚丧嫁娶等需要聚集人的事儿
不许大肆操办。第一波放开后，若是半月内鼠疫没有继续蔓延，第二批放开街上的店铺，以此类推，循序渐进，逐步放开。街道上的士兵还有店铺都要严格记录进出，一旦有人发病，就快速找到他接触过的人进行隔离。至于有人要出城，那也可以，城门口建个简单的房子，要出城先住几天，没有发病才可以离开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鼠疫不会带到全国。鼠疫在冬季猖獗，今年再入冬，还是要严防死守一波。桃儿，这都是你想出来的吗？不是，大家伙集思广益，你别追究这么多，赶紧去办吧。太冷了，我也说完了，我先回屋了，你早点去休息吧。谢谢，保重。